可公司声明即刻暂停运作，并且呢要依法进行公司清算。我们真的是一人身兼数职了，所以刚才已经讲过，你知道吗？我们财务长李文忠他自己的妹妹是木可的董事长，可是他同时也是兼任财务部的会计。事实的真相是他们根本就同一组人了，所以他们有时候跑来这边卖小物的时候，他叫木可公司人了。等他跑到那边去收政治现金的时候，他变成财务部的工作人员了。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开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手边第一位，康收社立法委员林俊宪，大家好；资深媒体人理工男黄创夏，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陈东豪，大家好；右边为你邀请到台北市议员游淑慧，大家晚安；资深媒体人邵逸夫，大家好；财经专家许清煌。吴哥好，大家好。好，那当柯文哲剃了头发以后，当全美凤事情出来以后，对整个包括清华城案，甚或对柯文哲来讲的话，那人设这些到底产生了多大的一些影响？可是你可以看得到，包括民众党出来，那直有很多人讲全美凤为什么会是你？那为什么你有这么样多的一些相关的一些的状况？好，但除了这个以外，你也可以看得出来说，是不是有小草？那也看到柯主席那个样子，心里面也痛心，是不是也有要落法相关的一些事情？创下，这会变成一股风潮吗？会有这么强烈吗？其实最近这几天呢，我很困扰。我头发已经很乱了，想要去剃头。可这个时候剃头就会是话题，对啊，这个剃头会很敏感，对不对？你看，从柯文哲剃光头之后，又传出来，后来又说是误传，对不对？佩奇也去剃头，然后现在小草们又号召北中南小草要集结，上次是集结，这是要剃头，小草也要剃光头。其实他们这个是他们的自由，我们也尊重他们的意向，但是他们号称要万人剃头，那我就觉得这个有一点点可能。所以那个现场就会看到有很多人。是有很多人，但是有没有万人，我们就要考量一下嘛。可是这个剃头，对不对？光头党好像不是好的名字。对啊，这都是冯迪所啊，政坛冯迪所嘛，对不对？所以这边一个现在变成是柯文哲案的一个新的政治图像。可是呢，我们知道，我们打球的时候也知道，剃光头有时候在打球上是不好听的，那个是毫无招架之力。所以你会看到检方显然是没有受到剃光头的影响。结果还继续出招嘛，然后这继续出招，当然最新的就是到了木可3883万被扣押了，然后这时候就会让人家看到一件事情，因为柯文哲有人也讲过说，为什么柯文哲讲到民众党应该有党营事业啊，民进党也有啊，国民党也有很多那个公营事业的资源啊，民众党没有啊，民众党的钱要给党员赚，他有讲过这段话，很多人也讲说是对木可是不是党营事业的依旧，但是现在检方显然看到的是。党员的钱，给了木可管，所以现在所向木可。那所向木可，那当然是政治现金或里面的这些金流或什么。那你又看到检察官的一个企图，然后当然你把邵秀佩再继续第3次约谈，大概目前看起来，每天你都要帮他倒数，还剩7个礼拜，还剩6个礼拜。金华城，大概这一块，其实检方大概大概已经差不多了，但是他现在出来的时候，显然是告诉你说。旁边有没有什么相关联的？那个大水库里面的源头有哪些支流？看起来都在查。那这个时候，木可其实是整个从政治现金到现在柯文哲这几个月人设崩坏的一个起点嘛。然后当然一个转折点就是那个1.2亿豪宅，一路下来。那一路下来之后呢，现在大家其实网络上就讲说这是4星彩嘛，一下子是1500。一下是4300，现在又3883，这是4星彩的名牌吗？柯文哲这个钱，这个已经扯得乱七八糟了，全扯乱七八糟，9测财气，这个东西的人设都已经变得非常糟糕了。可是这个时候再下去的时候，检察官这个时候为什么突然动木可、动李文娟？我会觉得那叫做顺民策略，就是差不多了。吴顺民现在是交保了，所以祝李文忠、朱雅虎。你们看一看，看到那一天，其实应该安排你们在提讯的时候，看到吴顺民走出门，所以我是觉得现在其实是另外一个状况。至于里面，你看他那个3883后面还连连头都有，代表那个掌握得很清楚。但是现在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是给李文忠和李文娟讲说，你们看清楚风向，看清楚状况。其实这样子，你们还是有机会比柯文哲早出去的。不过现在看起来的话，光从一个剃头这个动作，因为那天是发生在他放弃抗告那一天，所以我有注意到你在媒体上，你有讲这某种程度应该是要暗示吗？
还是要民视对所有的支持群众发出什么样一些的sign吗？我觉得这个可以凸显一件事情，柯文哲真的很懂得媒体操作跟带风向，即便人在看守所里面，一个不戴眼镜，大家讨论1天；一个剃光头，大家讨论3天。所以他绝对不是什么天气热，他绝对不是什么天气热哈。现在天气越来越凉了，他一定有他的策略。那政治人物过去剃光头哈，跟斩鸡头的这个意思差不多，2个嘛。第一个是宣誓，我跟你拼到底啊。第二个就是宣誓，我是清白的自清啊。那当然哈，他的剃光头跟他放弃抗告刚好是同一天嘛哈，所以还有可能就是我不抗告，我跟你拼到底，同时表达对北检的不满。但我觉得更重要的原因是继续去骚动小草的情绪，让小草觉得悲愤。被好可怜哦！你看，被你们逼到变成这副模样，所以接下来民众党的委员确实就开始说，觉得很不舍啦，很不忍啦，等等的哈。所以他的剃光头一个简单的动作，照理说羁押禁见应该无从接收外界的一些讯息啊。但是我们看到柯文哲他好像这个反应依然没有因为他在看守所里面而有什么变化，他依然还是不想去，他就不想去；拿眼镜他就拿眼镜，剃头就剃头啊。虽然他无法对外界传递什么讯息，但他用他的肢体语言在传递很多他想要传递，然后再加上他外面的这一些徒子徒孙啊、党员啊、支持者等等，在帮他去弄。所以大家可能不知道，就是他剃完头的当天的很多小草的赖的群组或粉专，就开始一直在那边传说，阿北要跟他们干到底，阿北好可怜，被民进党整到连头发都没有等等的。像这一类的话其实这就是他想要达成的目的。可是我只是从这件事，我就觉得说，好吧。羁押禁见确实有他的需要，你想想看，他什么话都没有办法对外说，没有办法对外联系，他都可以用这种方式不断的在导引风向，甚至有人说他这些动作是不是在释出一些讯息跟暗号，去勾串？我是不知道有这么厉害啦就事先约好说，我做我剃光头的时候，对我做这个像人家。打麻将炸赌有没有？我这样子就是要统治有没有？我这样就是要反制。我看那个电影有没有？那是他先设计好的。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这个本事，但是我只能说他如果没有羁押禁见的话根本无法防止第一个串供，第二个带风向，第三个发挥他的影响力。因为可能大家不知道是市政府当时他很多卸任的首长。其实现在都在民众党，那一些都是所以从过去到现在都仍然是他的下属。你说他对他们有没有影响力？OK。可是如果真的讲的话，对了，那比较难。像所谓讲电影里面，如果要是要打筒子，要打筒子，要说什么，那个比较难。但是你光最单纯的想，张高看过这么多政坛剃光头，那个光头一定有它的意义在吧？不会是单纯真的我就是想要剃个光头，因为那个时序好，单纯的时间叙事，礼拜一放弃抗告剃光头，礼拜二周刊报曲美凤开记者会。可是礼拜一那件事情大家不知道，是礼拜三被提讯的时候，大家才看到原来你剃了光头，大家看到的时序是这个样 ，OK。可是这所有这里头，好，第一个，当把这些都摆在一起的时候，你觉得它整个之间会有什么一些效应？有人说有被抵消的效应。然后也有人讲说，不管这些怎么讲，阿贝只要是一个光头出来的话，你想想看，如果讲说创夏刚讲小草要集结，而且是你光头集结我就是告诉你们，我们就是挺阿贝挺到底，但它会有2个不同的效应，人多跟人少，那大概天差地别吧。第一个当然剃光头什么意义你从国外到国内的例子，国内是选举的时候也发生过剃光头嘛那都是一个好像是被抹黑的时候反抹黑直接参选到底的一个决心嘛那最有名的侯彩凤嘛然后南韩的前总统抗议的时候也曾经剃过光头嘛抗议事件的时候也剃过光头。所以你说剃光头代表什么意思？其实各方说法都是沿用一些可能心理上的啦，可能政治上的啦等等。但是柯文哲为什么要剃光头？那只有柯文哲自己知道了那你看蔡壁如的诠释要出家了吗？还是这个修身养性从头开始那修身养性还要到这把年纪还从头开始也很奇怪。所以你看到
各种的说法都有，但我觉得他剃光头，还有曲美凤这件事，嗯，这2件事，陈佩琪是不是都没有说什么话？对，这就是大家，尤其是曲美凤的事情，身为另一半他的夫人，不吭声，这是一件让大家猜不透的事。尤其是曲美凤的事情，身为另一半他的夫人，不吭声，这是一件让大家猜不透的事。猜不透。那猜不透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因素？你的先生目前在羁押，然后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而你不吭声。不吭声的原因呢？因为当天看那个座位图，我说我对那个座位图很感兴趣嘛。一个徐子瑜，然后柯文哲中间还有一个未曝光的人嘛。其实那个位置应该还可以多画一个。还有人还可以多画一个哦，真的吗？还有人？除了徐子瑜以外，应该还有一男一女在场。那为什么都不吭声呢？这我最纳闷的是，为什么不吭声呢？因为本来大家都知道还有一个嘛，对不对？就徐子瑜，我听到的是还有2个，除了徐子瑜以外，还有2个，民众党的人吗？我听到的是民众党的，民众党的2个啊，2不是一个。不是一男一女，扣掉橘子以外，你应该听到的是一男一女嘛？6个，除了徐子瑜以外，还有一男一女，就是他们可以跳出来帮阿北说话，所以都很安静。而且人应该在台湾呢。对，不是每个人都在，而且电视上面还看得到。那对夫妻吗？还有电视上看得到？不是那一对夫妻。不是他们，不是他们2个啊，不是他们2个，其中有一个还可以看得到。啊。所以你看不讲话是不是很奇怪的一件事？奇怪，33啊，那个女的还在电视上，你最近还看到民众党做出任何反应的时候，还经常可以看到她的声音。不是你这样讲就很明显啊，然后大家猜啊，所以你不觉得很奇怪吗？那这些事情，当时的事情都有在场人，然后陈佩琪不讲话，这会让人家联想很多。有人在联想说，你们当天的会议是在谈什么？是不是不能公开那个会议的内容？那不能公开会议的内容，第一个，徐府说他是后续对接。徐府当时在党内的职务叫做文宣创意部主任。文宣部，他不是市政府的人哦。那就是对接，那我们应该可以排除他是市政府的案子嘛？哈。你从薛长友说这个有推荐那个 NCC 的主委前女婿当副手，然后隔一天的简讯是国安会副秘书长副手，2024，国安会副秘书长是总统职权，2024，对不对？那是谈总统职权的嘛，因为国安会副秘书长绝对是总统职权，副手，你跟柯文哲推荐副手，那柯文哲要干嘛？选总统嘛，不然你推荐副手干嘛？所以你2件事并在一起想。那天谈，那一天，2024年总统大选里面，应该是其中一个项目吧？我不敢说全部都谈，那其中一个项目，因为你从这2个讯息去兜起来，那你没有谈总统，然后莫名其妙有人出来说我介绍副总统人选，然后简讯是国安会副秘书长，那没有谈总统，怎么会是这个呢？那不是应该是，黄珊珊当选的时候，请你当秘书长或副市长，这个才符合2022年要选举嘛？怎么会冒出来的是国安会跟副手呢？所以合理说，在这里面是不是谈到了什么事情，合作案或是什么样？有些事情不能讲。好，那第2个，第3个，当然你说集结剃光头。但是集结1万人，最近他们的场合有超过1万人吗？对，比较少，比较少嘛哈。然后集结叫大家不要剃光头，都达不到1万人。好，然后剃光头，更何况是剃光头，尤其是那个场合男男女女都有。我相信先扣除女性不愿意剃光头吧。虽然支持，但也不愿意剃光头吧。所以当然你说剃光头也会是什么效应？其实我只是说那个
可能下个礼拜我们就不谈这个问题所以我不认为说那个效应会有多大，就是短时期大家在猜你剃光头的原因是什么，然后剃光头的原因，当然也有人把曲美凤的事件都在一起说你是不是忏悔，你是不是忏悔啊？然后陈佩琪剪短发是不是接受你的忏悔啊？这是有人在讲嘛？这有人在讲嘛？不对了啊，对啊，但是时间上面是礼拜一剃，然后礼拜二新闻出来，礼拜三看到嘛，对啊，所以时序上比较不对。我比较倾向于他剃光头跟他不抗告的比较，表示抗议说我继续让你压，然后这一个。我就是清白跟你对抗到底的那个决心，我比较偏向于这边啦，因为时序不同嘛。上公刚刚讲的是这样，所以军宪委，如果这样的话，柯文哲剃头是表示跟民进党杠到底了，我跟你对干到底了。我虽然放弃抗告，但是我的精神就是要告诉所有的支持者，我就是跟你们斗到底了。那上公刚前面讲的那一段说，如果还有2个人在场，甚或还有一个人是现在在荧幕上面也会出来。发表一些的想法，应该不是想法，应该是代表出来说一些话。OK， 那如果这样的话，为什么这件事？我不知道上公你是要暗示说，是不是大家都某种程度在默认这件事吗？啊，我没有说默认，我只是说你们不讲话到底是什么回事 ？OK， 因为这件事情最终只有一个事情，就是有还是没有。那。这一边呢，已经有薛长勇出来说他当天在场，也点名说薛明志也在场。那这一边除了一个徐子瑜，那个永远不知道他会不会讲话的，跑到哪里去了？现在初步说澳洲会不会又从澳洲来？不知道。那另外呢2个人，是不是该出来说说话？如果没有，你不是这边也有证人吗？那为什么这一边指控的证人有出来啊？这一边被指控的明明你也有人，你为什么不出来讲话？来，军宪委，不是当天在场还有其他人嘛？我听起来是这样嘛？他们已经沉默了这么多天，就是告诉你有，你还在这边猜，正常是这样子。会啊，你的意思是你讲的还你的意思是我笨还是坏？那就是你坏。要是这种事情真的没有，哇，那绝对骂半天嘛，对不对？那因为这种事情对柯 P 的人设其实也是很伤，对不对？你贪财又好色，贪财的海料啊，你又好色，所以这种状况一定是会在场证人啊，只要有机会帮柯 P 讲话，一定是喊得很大声嘛。他们都不讲话了。那个我们上公还在那边说，到底有没有？就是跟你讲有啊啦。我笨啊！不是，上公是媒体人，他一定要亲自查证过，他才能够下定论。我承认我笨可以吧，但不要说我坏。不过柯文哲李光头第一个在现在收押的羁押犯是不用不可能，对，也不会有人敢去强迫你剃光头。对啊，是啊。更何况你是一个政治人物那所以柯 P 李光头就是他自己要理嘛。那在李光头也不算在现在看守所也不算违纪所以没有人可以强迫你，那你自己要理光头，那为什么？夏天说太热，那现在冬天到了，因为比刚羁押的时候天气要凉快多了。对啊。有的人确实是因为你里面的是对，那你现在是冬天到了为什么会理光头？所以如果没有人强迫你，那理光头是不是也算不算是一种政治动作？你觉得是不是？我觉得一定是对不对？当然就是嘛，也算一种苦肉计不管你要跟外面传达什么，至少你就是抗议啦，挖抗议啦，好，那也是对外面的支持者一些呼唤。那至于民众党当然不会啦。你说会有人跟进？刚刚我听上公讲说会要发起大家一起理光头，不会，应该是发起抗议，大家都不要理光头。这个会有人参加。那还需要发起要不然你发起要理光头，这牺牲有点大，而且要万人，还万人嘛，大家不要理，应该万人应该很快就到了。那柯文哲这时候做这个政治动作，为什么？他也放弃抗告了。也没有延押，
就是严家他也放弃抗告，所以我是觉得柯文哲这样一个政治动作，表示他其实还是心在政治了，心在这些小草们。所以就柯文哲，你看他对政治那种偏差的想象所以他现在啊，能讲也好，这想要对女生示好，因为一般很少会送这种东西吧？谁会去送一个官？不一定投其所好。真的吗？对啊，如果这女生喜欢包就送包，喜欢房子就送房子，喜欢官就送官，喜欢做官就做官。他把自己当他把自己当皇帝，而且说而已嘛。柯文哲也觉得他喜欢。而且那时候当台北市长，喜欢上 F35送不送啊？你他又不喜欢你。你看，苏慧就点出重点了。我这表示。你要说他曾经跟另外一个女生说要给人家外交部次长，也有啊，真的。张义善是在节目里面公开讲说，柯 P 跟他讲过是那文化部次长，对，文化部次长。对，他很常对，就常讲到分封官位的事情这样子。你这个事情做得不错，下次你就可以当什么什么啊，有机会的话这样子。所以曾经有一个帮他安排出访行程，他就跟人家说以后让人家当外交部次长。OK， 有没有？OK， 所以原来他已经习惯这样子啊，他也是投其所好，喜欢出访，就给外交。所以柯文哲也不是乱给了，喜欢去国外的，你给他国安会副秘书长，给他当锦衣卫，对方就不要啊。但是这些重点是会不会伤到小草对他的感觉？看起来不会，看起来是不会。对啊，所以但是小草一定是逐渐萎缩了。现在还留下来的大概是钢铁草。现在还留下来的大概是钢铁草，是打死都不会走的。那这样的钢铁草，对于民众党接下来的接班呐，这些接班影响，如果以这样来看的话，越偏激的，越有战斗力的，越有可能得到这些钢铁草支持。那谁的？给外界的最战斗力最偏激，人设对，那一定是我们黄国昌先生嘛，对不对？所以为什么这些人在柯 P 出事的时候还是紧连的不放？当然就是看到下一步了。我是觉得柯文哲大概政治上不会再有什么未来，不会再有。那我所谓的未来就是选举，参与选举，他不会了那只是后柯文哲时代，现在就越来越清楚嘛，因为黄珊珊又牵扯到一些，就金华城大概也会牵扯到嘛，然后柯文哲的事情就到这样了嘛，他有当证人了，因为我看接下来还有一个什么果菜市场，就等下赎回大家看，因为包括像雨果市场啊这些，因为现在还有几个案子，对，那这些就需要赎回帮我们解惑，这大概那看起来柯文哲在台北市长任内，哇，乱搞的事情。恐怕还真的不少。OK， 可是这些当然你说其他几个案子，那还待查，到底有没有一些状况？可是东好，整个来看的话，刚才俊雄委员直接讲了，对柯文哲来讲，没有所谓的政治上的一些的未来，尤其是要选举的，会是这样吗？可是如果他能够手握雄兵，在台湾，你如果有8%、10%的支持度，那就算手握雄兵了吧？手握重兵，你总是蓝白之间合不合，总是要看他的脸色啊。可是也有人讲说，阿北最大的一个错误，他误判到。他觉得民众党缺不了他，那就一人政党。但没想到现在的氛围往下走，看起来不见得是这个样吗？阿贝为什么可以从一路2014一路到现在，然后可以这个样子？因为他原来取得的是中间选民或者游离选票的支持，但是现在形势走到这个状况，就是说，就是这个也是涉及到蓝绿两大政党对于现在柯文哲支持者的成分的一个判断。就他现在的支持的成分到底是什么？这个其实很快就会被验证，因为这还涉及到，比如说国民党，比如说裁判法里面，国民党里面就有些人会认为说，黄珊珊你就不应该唱不同的调子。那这一切其实很快你就会获得检验。如果你回来看柯文哲这个事情其实对去美凤他们我有些意见，就是说。你不申诉的话，没有第三者可以进行验证，
所有的验证，我最关心的就是那个简讯，那个赖的对话是真的还是假的？因为以我们现在的刑事科技，在这方面的验证很快。然后曲美凤跟宣长友，宣长友曾经跟柯文哲非常好，宣长友曾经跟柯文哲见面是非常容易的事情。怎么会是宣长友跳出来？当人证，然后台湾民众党这边，包括柯文哲的市府原来的那些市府幕僚，对宣长友有没有批评？有没有？讲的是曲美凤然后被人家讲成这样子，你也不提告，因为你只有透过诉讼，透过第三方，你才能够证明自己的清白嘛。两边都有所保留，这很怪的事情。可是你既然要秀赖的，原则上我会认为说造假的几率比较低。因为太容易验证。好，那你回来看柯文哲，柯文哲能不能抓得住民众党？是不是民众党台湾民众党不能没有柯文哲？至少台湾民众50%以上还是需要柯文哲，他还没走完那个过程。因为这个党就是柯文哲党，就是他一手创立的。在1月13号以前，没有任何人可以动摇这个基础。可是随着那么多离谱的事情出来，他当然被改变了。可是他有没有改变，把柯文哲的影响力在台湾民众党支持者之间压到最低？不知道。我直接跟你讲，叫不知道。有7%的支持度的人，虽然不会赢，但是他可以当关键少数。那个关键少数一定要在蓝绿对决的状况之下。蓝绿对决如果有一方差距在5%的时候，柯文哲的7%就算不会全部出来，也有影响力。但是柯文哲我觉得他李光头就是展现决心的。他会跟民进党杠到底，他会跟赖清德杠到底。我不后悔，我没有你后悔。但在司法上面是他能改变的吗？这个会很辛苦，因为所有的证据看起来对柯文哲绝对不利。这所有的是证据，你看到的，就像这2天那个被扣押的那3883万，尾数7000多块，不要讲。一个中小企业，一个资本额那么小的公司，有那么多现金在，还在银行账户里面。选举的时候要有支出哦，当然有收入也有支出哦，还有3883万，都快要可以再买一间商办了。但是为什么柯文哲人设已经垮掉了？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在谈这件事情。以这件事情来，这家公司的所有权人是谁？他只有一个股东叫李文娟。法律上被扣押的是李文娟的财产。那台湾民众党发那个声明干嘛？被扣押的是李文娟当事人叫李文娟你这么急的干嘛？然后李文娟的东西可以被当成柯文哲是这个金华城案里面的不法所得吗？还是政治宪案里面的犯罪所得吗？因为扣押那个目的只是在保全嘛。法官为什么要准？法官为什么要准？怕那个钱会被移转嘛？可是居然准，就是你看到扣押的东西，除了金华城那块土地之外，现金3883万，然后你要跟我讲说那个是跟柯文哲无关吗？可以，你要举证，我证明我就所有东西不要各说各话，所以说我能够证明我不是嘛，我能够证明我不是，3883万不是小数字了。那些钱是怎么来的？默可公司的资本额大概多少？250万，250万，就是一般原本50万增资到250万，他本来就有50万。OK， 所以这家公司很赚钱啊。所以这个过程中，为什么说这家公司很赚钱的公司啊？我讲青王对吧 ？EPS 这家公司很赚钱吧 ？EPS 高到不得了，是不是？因为成本用柯文哲的政治现金来付掉，然后赚钱都属于他的，对不对？你看是不是？这叫一本然后都给李文娟，法律上跟柯文哲一点关系都没有啊。这个叫一本万利。没有，我觉得那个3800多万这个数字刚好跟我之前一直质疑的一个数字说钱到哪里差不多。哪一个？
之前端木正报到监察院去的账户哈，他说账户的余额是6000万，6000多万，但是富邦银行里面只剩下3300万，好，所以这已经误差2700万，这里面还包括福报了尼乐的916万，所以加起来刚好是3600万，大家就一直在说，好，账是这样子。钱只有剩那样，那3000多万的钱到哪里去了？所以这次检察官是以侵占这个理由去扣押，侵占政治现金哦。也就是说，之前我们一直在找的说那个账目的账跟银行的账现实的钱的落差，会不会就是先搬到木可去，然后反正再慢慢的补发票，想要把这个窟窿弥补，包括说后来陈佩菊再去成立一个那个智瑶哈，因为一家公司要补那么多发票太辛苦了，2家公司一起补开发票比较快哦。可是钱他们先套出来了，所以现在是不是就是因为找到这一笔钱在这里，才会以侵占政治现金这个不法手段把它扣除？淑慧刚刚讲的是最起码检方的怀疑，或是检方认为是不是政治现金，透过这样一些的模式，所以才向北院申请说我要扣这笔，因为法官还准了，对，然后法官准了。清华，所以这第一个，这确实是赚钱的一家公司嘛，对吧？超级赚钱，你是财经专家，所以这整个过程来讲的话，大家也讲说，反正就连曲美凤那件事情，橘子是在场的，可是现在你也不知道橘子到底真正在哪里，或所有这些东西。可是整个看起来的话，从党部，包括你说竞选总部，然后包括木可公司，所有这里头，可能有太多的一些背后的故事是大家不知道的。对，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先理清楚哦。第一个是要先讲清楚，就是为什么这个木可这3883万会让这个检方认为说这个钱是涉及到对政治现金的这个不法的侵占。那为什么会这样讲？因为很简单嘛，因为各位如果你有印象的话，钱是从哪里最源头先洗出来的？是先从柯文哲选总统的政治现金专户先洗出来的，先从那个钱这选总统政治现金专户先到木可公司去，到木可公司之后再到柯文哲个人的账户。所以它其实是有这一段的金流，至少有一个金流是可以确定的。从柯文哲的这个竞选政治现金专户里面有4300万左右流到木可公司来，从木可公司再有大概450万左右流到柯文哲的账户里面去。那各位可以看一下这个新闻哦，因为昨天民众党啊，这个有一个人出来讲话，讲得很大声，骂得很大声，就是吴怡轩嘛。那吴怡轩等于是在呛说，这个柯文哲绝对没有侵占任何的政治现金。那这个让我觉得非常的好奇啦，因为昨天是11月14号嘛，所以各位可以看一下，这是8月28号的新闻哦，也不过2个半月前的新闻而已。2个半月前的新闻呢，当时一篇新闻叫做“专案小组查金流发现”。木可汇了400万给柯文哲，出账的名义叫做肖像使用权。那面对这件事情，请问民众党的态度是什么？民众党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不是否认说绝对没有这笔钱到柯文哲账户，他是说这笔钱叫做授权金，所以叫做400万有到柯文哲账户。换言之，第一，他承认有400万是从木可公司流到柯文哲个人账户哦，所以这里面已经有一条钱是等于从政治现金专户转到木可公司，再转到柯文哲个人户，这至少是这样流通的哦。第二个来，这授权金为什么让大家觉得最神奇？这个柯文哲的竞选总部从政治现金里面付了一笔1300万的授权金给了木可公司，然后木可公司再付了一笔400万的授权金再给柯文哲。大家有听过总统大选里面授权的概念是这样授权的吗？这很诡异嘛。然后木可公司再付了一笔400万的授权金再给柯文哲。大家有听过总统大选里面授权的概念是这样授权的吗？这很诡异嘛。我顺便讲一件有趣的事情哦，你知道川普被那枪击的时候，川普被枪击的画面，很多民众把那个画面哦做成图片、做成商品去销售。请问川普有跟人家收授权金吗？没有啊，你没有看到川普跟他收授权金呢？义务都出，对啊，而且很多义务动作最快。对啊，如果那个应该要收授权金的是川普本人，你有看到川普这样收吗？没有嘛，那是总统大选嘛。那为什么柯文哲授权金流向会流向的这么特殊？所以等于说。木可公司的钱有没有流到柯文哲的那个账户里面去？个人私账哦，这个是有的，这是确定的，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其实哦，这个管这个柯文哲对钱的态度，大家都觉得很奇怪。那我从头解释啊，因为财讯有一篇啊，就财讯跟金周刊有一篇特别讲说，柯文哲有3个幕僚解释了柯文哲为什么对钱这件事情呢，会这么的高度有兴趣到连党营事业他都想做。
国民党跟民进党大家都知道，现在不可能搞党营事业这件事情呢。但柯文哲很想要做党营事业，为什么会这样子？我跟各位说，这里面有趣在这里。就第一个是创党时候，2019年的时候，当时柯文哲呢是觉得说，这个政治现金来了就到党里面去就好了，所以靠这就 OK。但是柯文哲发现，在2020年的时候发现说，这个党要发展的话，这样用钱好像不够，所以当时呢，2020年的柯文哲，你去注意哦，这个他跟沈庆京的金华城。这个第一笔，至少我们看到朱雅虎和这个跟民众党这个地方那个7个30万210万的账户是2020年发生的。柯文哲在那一年的时候就发现，只靠政治现金是不够的，只靠所谓的小额捐款要发展政党是不够的，靠他一个人要选举的时候，他一个人出来捐出来喊是够的，但是这么多人选举的时候，他认为会不够，所以当时的柯文哲他那时候脑子就动到哪里去了？那时候很有趣了，那个时期叫做什么呢？那个时期柯文哲是先进入一个阶段，叫做钱自己的钱给自己人赚，民众党的钱给民众党赚，什么意思呢？就是所有的要做民众党案子的公司呢，你知道柯文哲他们会提2件事情，就是说，第一个，你是不是我自己人？第二个，如果你还不是我自己人的话，欢迎加入民众党，也就是你如果要赚民众党的钱，欢迎加入民众党，成为我们民众党的一份子。所以那个时候是用这样开始在做，先从抠自己的钱自己花这样子，都自己人花，先从这里开始是第一圈。但第一圈在花的时候，他发现这样子还是不够用，所以呢，跟企业之间呢，他发现那个政治现金给的金额呢，远大于个人的那个小额捐款可以有的那个金额。所以柯文哲是当时呢，就在这一块就开始在琢磨了哦。那只是说他那个时候发现钱流到党部有一个大困扰。为什么有个大困扰？因为之前这个在民众党党部管账的这个大账房那个梁秀菊，因为他这2天那个北检有在传，对，在传，北检有传他，而且传我觉得跟这个民众党的钱有没有流到穆可去有关系啦。因为民众党的钱如果流到穆可去的话，这里面有背信的问题啦。那流到穆可去，穆可如果又可以流到柯文哲的账户，这问题更大。好，所以我觉得他们被传可能跟这件事有关。但梁秀菊在当时，因为他是台北市的主计处的处长退下来的，柯文哲找他来的时候呢，柯文哲发现用钱很麻烦，因为听说他管得非常严，他管很多，他管到什么程度呢？这个我听民众党的人他们自己在抱怨啊，就当时台中和平区的那个区长要补选，那要补选的时候呢，那你说好，那就党中央这边有人下去辅选去站台嘛，有些知名度高的下去啊，下去站台的时候发现从台中高铁站，你知道台中和平区是3区哦，所以等于从台中高铁站要到台中的这个和平区3区去，他叫计程车啊，计程车一定很贵啊，那好几千块跑不掉啊，就好几千块回去啊，计程车开了单据，他们去找梁秀菊要核销的时候，梁秀菊第一个先不给他们核销，然后第二个问他们说，你们当初为什么会选择这种方式？你们总共有几个人啊？你们就明明就不止2个人啊，好几个人呢，你们4个人为什么不包车去和平区？你包车价格跟你这个计程车的费用比起来，包车可能还便宜一点，为什么你们要叫计程车？为什么不包车？所以这4个人当场被问的时候，我跟你讲，这4个人其实心里都还是觉得不太舒服的。对啊，一定圈圈叉叉，对啊，抱怨到现在。然后，但是你就看得出来，梁秀菊当时管账管得很紧，这是一个例子。第二个故事啊，也是真实的故事，也是让柯文哲最不爽的事情，是他当时发现说啊，我们民众党就小党嘛，小党钱就是这么多啊。那结果他发现说，这个钱啊，花在组织部人事啊，组织部本来预计要编，我举例来讲，假设本来要15个人，对不对？结果发现，组织部的人事现在才10个人而已，还有中间还有空啊。那这个月我们组织部那个人事的费用用不完啊。那既然这个月组织部的人事费用用不完的话，那请支援文宣部，让文宣部去使用，帮党多做点造势的活动。结果梁秀菊说不行，科目不一样。就一开始编的时候，这个钱就是要做人事组织部的人事的钱，他就不是拿来做文宣部的钱，所以柯文哲当时很生气耶，他说为什么我自己的钱，然后我自己不可以用？对不起，这不是你的钱，这是民众党的钱，即便你是党主席，这也不是你的钱，所以柯文哲当时脑子才会动到想要做党营事业上面去，所以那个时候柯文哲这个他几个幕僚，我听他们叙述的时候，因为你知道台北市很容易看到新创公司，去看到新创公司，看到有做虚拟货币的也有兴趣要投资，看到其他这个新创事业也有兴趣要投资，觉得说这个时间投资以后可以赚很多钱回来，但是幕僚都跟他说不行啊，我们民众党钱就是不能这样用啊，所以这个也才酿下，就是说后来柯文哲认为说，那不然这个我们去弄另外一家公司，由那一家公司来做，所以这就构成了后来为什么会看到木可公司这件事情。好，木可公司后面的
一整个歪楼歪下去的原因就长这样。但是管账的账房不是只有李文忠一个，在此要特别讲清楚哈，因为我们现在谈的都是柯文哲找李文忠去弄钱的事情。那当时啊，我不知道淑慧清不清楚啊，那时候很有趣哦。柯文哲其实最后1年的时候，已经花很多时间都在布局党营事业的事情上面了，所以他常常找李文忠来私下开会，然后他找李文忠的开会的内容都不让其他核心幕僚知道，是他跟李文忠2个人单线作业在做这件事情。2022年的时候，所以那时候有很多的行程，包括连曲美凤这个行程，当时市府市长室内。很多人也不知道柯文哲去见的是曲美凤，所以你就知道说，这对柯文哲来讲，当时已经要弄自己的党营事业了，所以他这一块是李文忠帮他处理。可是对不起，这一块的钱啊，你如果看周刊之前报道内容，那个对他来讲，那个还叫做公账，还不算真的私账。他真正的密账是谁来处理？他真正的密账还是由陈佩琪来处理。那为什么这样讲？是你可以看到。陈佩琪的角色啊，有趣在第一个，你从柯文哲政治现金会看到谢国良的钱也没有进民众党党部，有些政治现金拿了也没有进民众党党部。最近传讯的很多证人作证的时候呢，应该都证实说我真的有拿钱给他，而且是现金给他。但是那些钱在民众党的政治现金里面都没有看到申报，这是事实。所以钱的部分再加上对照组。钱有进来，没有进民众党党部。对照组是你在陈佩琪的行为又看得到，他确实有很多钱从哪里来，说不清楚嘛。然后所以才出现了 ATM 理财术嘛。所以我这边给大家看一个啊，他的一个前幕僚传给我的讯息啦。那我有问过他可不可以给大家看，他说可以的。因为他说他当时就曾经跟柯文哲讲过，管钱的事情不能让陈佩琪碰，就跟政治现金有关的钱不能给他碰。他为什么会这样讲？他当时传给我是这样说啦，他说。他当时跟柯文哲说过很多次，不可以让陈佩琪碰钱。柯文哲坚持就是要陈佩琪管钱。他说陈佩琪如果管钱，会变成扁扫第2。他是这样讲。他说他当时这样跟柯文哲说，你如果让陈佩琪去碰钱的话，会变扁扫第2。他说尤其是你要从政，那个管钱的分寸如果交到自己的太太身上去的时候，很容易那个尺度就歪掉了。所以呢，他在跟我他说他很感慨啦，就是他看到这个陈佩琪这个过程里面，面对到很多金流的说明的时候，他认为啊，这个2个账房的钱，他其实讲其实还有一个账房啊，只是那账房大概过一阵子会浮出来，所以柯文哲当时就是为了钱的问题分3个账房去处理，所以才会让自己的这个钱越走越复杂。最后这个针对黄馨香的事情，我觉得可以做个简单的补充，因为反正他都剃光头了嘛。那剃光头，大家都把那一天有关的报道说清楚啊。你知道黄馨香的事件因为周刊在揭露的时候是讲这个他们到北海岸去啊，对不对？然后后来爆发出来说这个他们2个柯文哲跟黄馨香在办公室里面玩小白老鼠。那很多人都觉得哇，柯文哲跟黄馨香跟自己的随行秘书玩小白老鼠这个事情，这到底真的还假的是八卦？我告诉你，这件事情一点都不是八卦。为什么？因为看到的人很多，可是看到的人很多，就表示他们没有什么，他们也许就是。有时候市长就是童心大发，然后也要表示放轻松一下，对啊，放轻松一点，跟年轻人之间打成一片啊。所以我不在乎大家看啊，我们有没有？但是他搭配到北海岸去就不是很正常哦。好，那为什么？还有司机，然后第三者在场，所以2件事情搭在一起，我跟大家解释完整一点哈。第一个，这个因为反正这礼拜好像大家都没有讲得很清楚、很局部啊。第一个，发生小白鼠事件在哪里？这个是柯文哲台玻大楼2楼的办公室的状况，红色我圈起来的，进去是幕僚的座位。红色圈起来进去是幕僚的座位，幕僚的座位再进去呢是会议室，会议室的座位再进去呢就是主席的办公室。好，然后所以当时呢，你看到2楼的部分呢，台玻大楼就他们民众党跟柯文哲的智库啦、基金会啦，2楼呢是以前市长室的幕僚跟机要都安排坐在2楼这个地方。所以呢，那个黄馨香的办公桌也是在2楼这个地方，所以等于柯文哲一进去，他就可以看到黄馨香，然后黄馨香看到他很高兴，所以才拿着小白鼠呢，告诉他说：“你看，这就是我养的小白鼠。”然后他长大了那样，然后跟柯文哲之间呢，在那边打闹。那你知道这件事情呢，就对，像刚刚那个武哥在讲是说，就这个柯文哲就童心大发打闹不，柯文哲是一个讨厌动物的人。是哦。柯文哲是一个到华南市场可以跟你讲说，我看到这么多老鼠跑来跑去，然后猫都在那边都不动的时候，我想给它踹下去。这是柯文哲讲的话啊，原文啊，他不是一个喜欢动物的人。然后，所以当天在现场的人看到的不止一个，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因为看到的人不止一个，很多人看了之后，即便心里觉得怪怪的，但是大家这个
看得怪怪的，在场没有讲出去，但是后来呢，都自己把这消息跟民众党其他的人讲完了，所以才会搞到民众党其他的人也都知道这个小白鼠的事件。所以才会搞到民众党其他的人也都知道这个小白鼠的事件，所以小白鼠的事件就是在这个办公室里面发生的，而且当天柯文哲还有外宾来访问，到台玻大楼的8楼去开会，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很多幕僚对那天这个印象记忆深刻的原因，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个北海岸的故事是怎么回事？北海岸的故事呢，这边刚好要讲一件事情，就是柯文哲、司机、随扈，然后橘子再加黄馨香5个人在车上。那柯文哲本来就会到渔人码头到淡水去散心哦，所以他那一天是车就开到这个北海岸去，然后在到了某一定点之后呢，他就是告诉大家这个停下来，然后他跟黄馨香2个要去散心，他们要去看海。可是5个因为看的时间是晚上，就晚上看海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但是因为看不到什么欧巴马嘛，所以呢，这一件事情呢，偏偏又有人把它讲出来，讲出来的，我刚刚数只有5个人嘛，对啊，那5个人，请问谁讲出去的？是橘子自己讲出去的啊？是哦，因为他觉得这个柯文哲在选举心情不好的时候，然后呢，在心情差的时候，有一个人可以让他心情不会这么差，这是他的功劳，所以他就把这件事讲出去了。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你看到这几天是民众党自己的人啊，或者说前民众党党员自己在脸书上面或者在这个新闻上面去告诉你说，他们有看到这个，他们有听说这个北海岸事件，这个故事是这样来的。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些事情，也就是民众党党内的人知不知道，都知道。但这些事情就是因为都知道，只是过去没有讲。但是呢，一爆出来之后呢，大家就会发现，原来这里面发生的事情这么的精彩。所以如果真的这样讲的话，俊选委，当然你讲说，包括一个政党、木可公司、竞选总部，生活还有一些是智库啦，或者什么这些。现在查，我每次在节目都要跟大家讲说，金华城好，这有没有图利，有没有贪渎，这是一个案子，政治现金是一个，可是那个金流看起来已经不是这么单纯，能够切的这么清楚的一个状况。可是民众党也有出来，包括扣木可那个3800多万的时候，他们出来讲，就木可，好不好？我也没有办法去帮他回答什么样的事情。商公，你不要那个表情这么压抑，我知道你是想到第一次查账记者会的时候。8月12号，他们在第一时间说什么？把木可解散，把木可那个清算结束啊，还不是啊？还有一件事，木可的新闻稿那一件事要怎么结束？ 8月12号是他们帮木可发新闻稿，对，那还不是代念。我来讲完整。黄崇仁那一件事又是怎么回事？8月12号是4个人一起出来哦，对，柯文哲、李文忠、黄珊珊、陈志涵4个人一起对着媒体，然后告诉大家。木可即日起结束营业清算，所以等于清算到后来，你看已经清算这么久了。但是我就讲，就是因为各位的指正，他们现在记起来了。那木可跟我没有什么关系，所以他现在木可这上就跟你说，我也没有办法发。可是那扣押木可，他们出来讲说司法凌虐那个临时柯文哲干嘛？不是木可的事情跟柯文哲干嘛？木可代表人是李文娟啊，也不是柯文哲。所以你知道木可是全台湾。现在快要已经可以讲说是法院认证，你知道吗？就是第一个总统候选人的人头公司啊，以前连国民党都没有干过这种事情，所以这些事情会变得非常复杂吗？有没有可能他们就讲，那就叫大水库啊？就所有就是这样的一些大水库理论拿出来用啊？其实也不复杂，就是把政治现金里面的钱洗到木可来，因为政治现金你要动资很麻烦而且都要呈报给检察院。所以你如果用一整笔把它洗到木可，可是木可也是要开发票给那个政治现金专户嘛，所以你们如果没有那么多发票，就开始比如说肖像权这样比较快啦，肖像权就一次拿一大笔嘛，然后当400多万嘛，木可给，然后柯文哲有说，柯文哲竞选政治现金专户是1300万付给木可公司，木可公司从里面450万再给了柯文哲个人。柯文哲后来讲说大家知道这个以后，他讲说，那他不要这个钱要退回去嘛？他会把它做公益，他要做公益捐出去，党务用途。OK，那捐公益就大家都看不到了对啊，卖来就妥了捐给他的那个什么新故乡做公益，捐公益就捐给他的众望关怀基金会。对，这就是做公益。不过民众党的反应倒是大家都觉得很好笑嘛
你说柯文哲摸女生的手，民众党没人讲话，把穆可的钱扣了，民众党全党跳起来，啊，所以才会有人怀疑说，民众党你们这些干部领的钱是不是会不会是从穆可来的？所以穆可的钱被一扣啊，哇，民众党就受不了了。那这要记住哦，这个是检察官申请，检察官的理由很简单嘛，万一以后你法院判定要追回不法所得。我到时候没有钱扣，对，可是钱如果都已经对我，如果到时候穆可的钱那全部都移转走了，我怎么办？所以检察官就这个时候就是预防性，对啊，所以我跟法院申请，那你法院当然要同意啊。坦白讲，没有，法院不是当然要同意哦，不，这个是法院看完相关的一些以后，法院也同意，而且要有一定的疑虑，对，就是法院认定，你检察官的申请理由有理嘛？要知道哦。一家公司被扣了4000多万，一般公司可能会倒闭，对，所以你法官一定是有相当的事证，他才会准嘛，现金呢，你不是扣他现金，你不是扣他的资产呢，这一般的公司可能就造成现金流动周转上刷起来，马上就因为这家公司已经宣布要停业了，8月嘛，停业后8月12号，对，后来还开了一张100万的发票。大家怎么都记得这么清楚啊？因为太可笑了。因为他们那时候黄珊珊还出来做那个大字报，还是做那个对，说民众党为了一家跟他没有关系的公司这么生气，大家就觉得好笑。那这个基本上由他的反应，我想，如果你是检察官、法官看的不是，那表示我们踩对地方了嘛，好，所以他们会痛嘛。那柯文哲第一个他钱的问题确实。我想大家应该了解这个就非常清楚。那就好像我们刚提到曲美凤事件，出来做证人的是宣家宣长友嘛，那宣家是最支持柯文哲，尤其在新竹市高虹安的选举，所以宣家跟柯文哲是最紧密的。那你要出来作证，难道你不知道这个会严重伤到柯文哲吗？当然知道嘛，但是他还是出来作证，所以。我想，民众党当然就很清楚了。他照理讲，以他过去战狼的个性，应该是痛骂宣家，对不对？骂宣长友你儿子这样的，老子一定好不了哪里去。这个全家都骂一遍，但是没有，不敢讲话但是穆可这个不一样了，这钱这现金呢，所以穆可一被扣，我很少看到民众党这段期间又这么生气了。那基本上，大概穆可是一个很正确一条线。那也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才造成李文忠，我认为李文忠受压也对了。那这个整个事情一爆发，所有的人都知道，重点在穆可公司，也证明大家的当时判断也是正确的。那接下来柯文哲，我觉得他这个金华城案子大概就很明显的。很明显的，金钱流向什么应该也都就整看起诉书能够写到让大家能不能够信服。对，我看只有民众党那些人不信服以外我就是说他们当然不能相信那相信怎么办？所以除了那些以外其实基本上我们看到都很清楚。你说金钱流向另外一个作证的就是基隆市长嘛。你嘛刚讲，伊就摕200万而已人家是交朋友，对啊，那这笔钱，民众党也不敢讲话。照理讲，民众党要出来骂，对不对？因为谢国良是说，长辈那时候讲是要捐给民众党，交朋友，对，那时候是说要捐给，他是说捐，而且他是说给党对啊，那民众党对这个部分大概也暂时跳过，也没有反应，要不然照理讲应该也是要痛骂一下谢国良，要告谢国良伪证，对，所以这个案子，我是觉得大概应该也非常成熟，反而是会不会再长出其他的案子？我想是大家持续关注的了。OK， 但春霞还记不记得那位柯文哲？大家讲说他以前也大概很多年前吧，也理过光头什么的。那时候人生大家看是胜利组，对，一辈子为别人而活。可是还记得吗？陈佩琪那时候讲说，男人如果要做坏的话，只有2件事：钱和女人。柯文哲最近发生的这些事情。先不讲有没有定论，但是光这个刚刚讲，就能帮他说话的人应该要出来帮他说，要不然的话，你会让民众那个印象一路往下走。曲美凤的事情，更不要讲这些钱的这些所有这些事情，对柯文哲来讲就被陈佩琪讲中吗？
不是，这里面其实讲到陈佩琪是更奇怪的是，陈佩琪很多不该讲话的时候都拼命出来讲，该讲话的时候，这两件事情，我们知道说危机处理这种事情，什么时候谁最有权利或最有公信力出来把这种话讲清楚？当然是正宫啊，正宫嘛。陈佩琪没讲话，这才会让大家想象力，为什么这话题就会停不下来嘛？陈佩琪没讲话，然后那个减法的事情也是那个是参谋错了，所以这个事情其实是有点怪。可是就算怎么样，那是他们家庭的事，对不对？我们也不知道。可是现在的问题就讲的是，其实你会看到检察官其实可能在处理的不是只有陈佩琪是真管钱，还是柯文哲，只是让他分点红。如果真有问题的话，那可能检察官不认为是全在陈佩琪手上。所以现在才会。因为陈佩琪，如果你以他自己出来告诉你的钱，或是你就算讲 ATM 他去存款，或是我那些钱，跟大家现在所听到的，或是你说那个总数加起来，对，总数加起来显然有很大的一些差距。对，所以检察官其实我是觉得吴怡轩也不要讲说是什么写不出起诉书来，我是觉得检察官现在这个起诉书这个论文很难写，是真的，就是资料太多。我跟你讲，扁案都写得出来了，还会没有超过扁案呢？不，资料太多，所以现在是怎么来大概清楚了，怎么去，所以你会看到其实检察官在处理的是怎么去，去到哪，有疏洪道吗？有只分红吗？其实检察官在处理的是这个部分，所以这个部分出来，那至于陈佩琪的那个部分，恐怕出来之后，我们到时候我还是会关心，如果这么多的钱，那陈佩琪只有那些 ATM 理财术。会不会有另外的问题？可是现在看起来的话，义父，这所有这些事情，民众党还是有说话，包括讲你不要 A 案办什么，那拿 A 案办 B 案，然后你的逻辑谬误，然后包括讲说穆可跟我有什么关系，但是有很多甚或直指说，没有任何证据说柯文哲有侵占任何的政治现金。当然我知道一讲这个，你一定会把谢国良也拿出来，那是一定的，然后你把黄崇仁也拿出来，你会把所有东西都拿出来。可是为什么他们还是要这样讲？我的意思说，很容易就被大家问说，不会啊，谢国良这你们好歹也出来讲一下啊，那我干嘛还要出来说他没有侵占过任何一点的政见？你如果告诉我是要法院判决定验，好，那我可以承认没有。但是问题是谢国良这些历历在目的事情，他干嘛要去直接讲这一段？他们可以不要讲这一段呢？对啊，他又不是讲给我们听的，讲给小草听的嘛。因为谢国良那一段我们印象深刻嘛，一直都很深刻啊。黄崇仁出来喊冤，我怎么这么衰，我们都印象深刻啊。因为这两个人对我们来说都是熟悉的人嘛，才经历过罢免案的人嘛。一个科技界大家都知道这个人是谁嘛。那你说侵占，那我说给党。结果没有进去，钱跑到哪里去？你是党主席，因为2022年柯文哲没有参与任何的选举，他不得进行政治现金的募款。是，如果他要用什么名义募款呢？只有民众党，不止，帮其他中望可不可以？可以，中望可以啊，基金会嘛，新故乡协会可不可以？可以啊。当然，党中央也可以啊，所以他的募款理由是什么？因为现在约了这么多人，现在一个谢国良说得很清楚，是给党嘛，没进党，那你是党主席，钱没有进来，你背信，钱到你口袋叫侵占，那你现在你又回过头来看到穆可又出现侵占，穆可是你是候选人，穆可跟你的关系是否构成侵占？因为他的背信是候选人嘛，他就不是党主席，所以你就看他侵占讲那最惨的是我们这个陈东豪常跟大家灌输这个法律教学，侵占一罪一罚，一罪一罚，一罪一罚，一罪一罚。好，那10几个人豪华证人团，不要进去也是说他跟我。说党中央没钱募款，我给也是要给党，那一罪一罚，那棒，那多惨！
我们刑法很宽厚，最多只能坐30年。对，你知道我们李朝清李朝清判了400多年，450年，对，只能判是就坐30年。你不要说只坐30年，几岁了？没有判是一回事嘛，做是一回事嘛。对。好，然后你就看到这样，然后现在他们说拿 A 案办 B 案等等，或是跟你讲。曾华成，你们就是办不下去了吗？哈，你是起诉书写不出来的吗？你就一定要把其他这些事情全部弄出来，你的目的就只有一个，要糟蹋柯文哲吧？没有，你绝对放心啦。羁押期到的时候，检察官起诉书一定写。而且我觉得检察官的动作有一点还不会把羁押期用完，会早一点点，会早一点，会早一点，就大家好过圣诞节。你就回过头来是 A 案 B 案吗？是这个问题吗？啊，时间点。5月2号，北检出来说明，北市科金华城列他之案，柯文哲列他之案被告侦办，有没有告诉你？有吧？有人去举发雨果市场，5月14号，北检又出来告诉你，雨果市场已经分案。哇！8月12号，你们开那一场记者会，北检检察官、检察长召开专案会议，分案办理。政治现金案 ，OK， 还说政治现金案因涉及到公益什么什么要侦办，列他这案，列案分案。8月14号，搜索木壳等。这些案子在谁手上？全部在中主手上8月14号，搜索木壳等。这些案子在谁手上？全部在中主手上你为什么说北检拿 A 案 B 案？没有我们中主全部都在办这些案呢。都是我们中主呢。都是我们北检中主在办呢。然后我中主在办这些案子，然后木壳或是什么什么，你们提到的，对不起，都是本中主全责办理侦办中的事情。OK， 那你说哪来的 A 案 B 案呢？不是，他不是拿 A 案办 B 案，他是一次办 A、B、C、D 案。我再举一个例子，不要用柯文哲，我用阿扁做举例。阿扁刚开始的时候是吴淑珍嘛，发票嘛。对。发票后来变成国务机要费。08年以后，然后再有这个洗钱报，发现洗钱报告的事情，那个时候都没有什么龙潭啊，这些都还不知道哦。刚开始就只有一个海角7亿啊。只要有一个海角7亿，慢慢你才发现说，有政治现金案，有2次金改案，有什么龙潭的那个购地案，这些一个一个出来的。检察官在办案过程当中，本来就会有新的发现，他就重新再分一个案号出来嘛。这一次北检没有新的发现中主一次跟你分案就分这么多案怪钟小平每一次去按那么多次铃没有。其实5月22号他们出来讲的时候，其实所有的案子都在里面，是唯一一个是8月12号才正式公开说。因为他们开第一次记者会那一阵，政治现金案是8月12号分案，因为要申请搜索票了。其他的所有的案子跟政府机关、市政府机关的案子，其实5月2号他就告诉你，已经是他之案了。你看到他约谈了一大堆，开始扩大搜索、行使那一个强制处分权的时候，你就可以判断他已经从他之案改成真治案。可是现在你会发现这么多的这些案，诸位。还有，因为像譬如像雨果市场，这些相关的一些的案子，对你们来讲的话，因为议员，我不知道现在议员调资料能够调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可是这些案子对柯文哲来讲的话，那恐怕那个未爆弹的可能性会很大吗？就我们跟市府在所知的过程里面大概北检有来要几个案子的资料，因为每次我们要的时候，他就会说，这个案子已经在侦办了，不能给你了。所以我们从中去试错的情况之下，大概知道北检要了几个嘛。金华城大概4、5月的时候就要了，台智光也有要，但台智光还不是只有要陈崇文涉案的部分，他一直要到议价费率这件事情但没有要母约这一块然后这个北市科的部分然后这个雨果市场的部分
基本上哈，这些案子哈，确实北检都要了资料哈，但是那个南港转运站那个不是也被举发？对，但是那个目前没有要北检。对，那赶快要南港的案资料。有，我一直都在监督，因为那是我选区的案子。所以你去看，其实我之前就说过啊，你觉得他任内有很多出包的案子，北检在侦办。但你简单来说，就2家业者而已，星光跟威晶，就这2家。好，北四科跟南港转运站是星光嘛，雨果市场跟金华城是威晶集团嘛，无北京啊，就这2间哈。那雨果市场现在哈，为什么雨果市场我们现在其实头痛的是，到底要不要继续盖好果菜市场的6楼跟鱼类批发市场的6到8，也就是所谓的后续扩充这件事情。那我们6月的时候，上个会期休会的时候，叫新工处去做一个工程评估。昨天来跟国民党党团做报告，看起来骑虎难下，很难不盖上去。好，因为钢筋都已经先盖上去了啊，所以如果你不盖的话，环评、交评啊等等的，还有建造变更这些又要花2年，然后收尾也要再花10几亿啊，那你还不如花20几亿给它盖上去哦。可是。重点是他们要先去说服民进党团，因为民进党这次掌握了2个，一个叫公务委员会，一个叫财建委员会，刚好是管这个案子啊。看起来民进党不太想让他继续盖下去啊。但是我昨天也有提醒产发局啊，国民党就算支持你们继续收拾这个烂摊，继续盖下去，但是有一个变数在，什么？彭正生，因为彭正生这一次延长羁押的理由变了，上一次是收贿罪，所以你可以知道他就是跟金华城可能是有成立这个对价关系，可是这次收贿罪拿掉了，改成财产来源不明啊，图利还是金华城嘛，财产来源不明，那这个就代起大条了。为什么？因为我也去跟政风处去调他8年的所有财产申报，确实非常异常的增加啊，其中有一张远雄人寿的保单，在2-3年内一次缴完600多万，他去哪里缴的？哈，而且又远雄人寿，哈哈哈。所以他这个财产来源不明增加，目前你不知道他到底是哪一个案子，而且这个连任的人跟我讲说，他卸任以后更变本加厉，这只有讲到这一句而已，所以我不知道什么意思啊。好了，那他可能彭正生在任内所有接触过的重大公共工程的案子，现在可能都要小心谨慎。那万一雨果市场的招标过程也涉弊的话，那就不是要不要盖下去的问题，那变成你要不要跟他解约的问题。可是一个100-200亿，所以已经盖成这个样子，对，所以这就是麻烦了。100-200亿的公共工程，你盖到了7-8成左右，然后你钢筋全部通下，你跟他解约，谁敢来接？是啊，这是第一个。你不跟他解约，你继续付钱给一个有弊案的招标案，你继续付钱下去，你付得下去吗？好，我昨天就跟这个林奕华副市长还有产发局说，你们要考虑的是这个，我们就算让你盖，你知道敢盖敢给吗？如果万一真的有关系的话，你只得等这个彭正生他的财产来源不明，北检能不能告诉我们他到底是跟哪几家、哪几个案子有关？可是看起来彭正生目前也不肯招，因为他可能也会涉及很大。从财产来源不明罪，如果他告诉我们说是哪个案子，一下转为收贿罪，那个刑期就变得很多，对，很多了。所以他可能就坚持就是不讲，我就是解释不出来。3年以下跟10年以上，对，所以这是我们法律很奇怪，他讲不出财产来源，不就是收贿吗？那你好歹讲我捡到了，我中奖了，可是讲不出来，那不就是收贿？可是居然可以有一个财产来源不明，然后很轻，那谁都我们公务员官员，大家以后都认财产来源不明就好了，我干嘛要认说我其实是从哪个案子来的？那样就马上变成收贿了嘛。所以这件事情是我们在雨果市场现在最大的麻烦。那彭正生当年做了一个很奇妙的决定，先检后追。我告诉大家，第3次流标是在国庆连假前。然后彭正生居然要求说，那个礼拜一就是4天连假后的礼拜一，他要马上开检讨会议。于是我们的产发局跟新工处没有办法，到处打电话问说，那怎么要提什么建议给彭副市长？最后就掰出了一个简项发包他们说是业者给的建议，但是现在不肯告诉我们是哪个业者。业者给的建议，然后好转给顾问公司去提，也提了3个方案，减不同的楼层，后续再追加不同的建议。我告诉大家，彭正生选了一个减最多、追加最多的方案。他就
其实可以不用减这么多，一样盖得下去，因为只要在预算范围，可他选了一个减最多，然后未来会追加最多的方案，所以这个就是猫腻所在。今天我们要补什么？工程上哦，这看起来是所谓讲的，确实有不合理的就很奇怪的地方啦。但至于会不会跟弊案直接牵扯，这个就是看你有没有办法说，分得出来这些钱的对价是渔国市场的啊。比如说 USB 有写一个1500，后面画一只鱼啊，然后画一个水果，画个橘子啊，那你再一个这有鱼有果有水果哦，否则的话我们可以说这个工程确实很有问题，就是你如果经常性流标，通常就是政府会两个做法啦，一个就是追加预算，没人会走嘛，我钱较济嘛。第二个就是减项发包嘛，可能收这钱，然后大家爱拍走，不能做，那我就减项发包。但是减项发包的风险就是你一般厂商就不敢去投啦，因为你市场里面如果关系不够好，以后没有追加上来。哇，那不是很麻烦？那如果追加预算，你比较容易计算你的成本嘛。他从多少追加到多少，那我做下去是不是还可以？所以可能就会有比较多厂商来。那减项发包大概都直接议价。OK 那如果你后续你跟甲内场啦那其中内底呢，那关系不够好，哇，万一他追加了不符合我的成本，那怎么办？所以如果这个事情来讲，那中工就是很有把握嘛。后来我们这样回去看，万一这个企业关系那当然嘛用减项发包才把，而且到最后你要追加多少？因为你如果做了减项，你追加的势必要给人家，就更有理。当然，你要追加多少就给多少，这个我们可以说是显不合理啦。就很少会用这种方法，通常都是追加预算啦。OK， 要不然你减项发包，你走的起头就没用啦，因为你很多扣掉空都没走嘛。所以减项发包的话，第一个是这个是不是有猫腻啦？第二个是效率又是出奇的好，只要遇到卫金集团那市府就会变得异常热心，那速度就很快，这个也会起人疑窦了所以我是觉得柯文哲以这样看起来的话，他确实跟卫金集团的关系就是跟别人有不同。OK， 你说在进化城或是柯文哲主席他们所有这些，包括在台北市长任内，那还有哪一些的案子，后面在检方侦办里面到底会是怎么样？因为从这个礼拜，因为包括从他理头发开始，一路上大家都被这些，包括理了头发，包括徐美凤这些事。本案的部分是检方真的大概已经开始在收拢的差不多了吗？可是其他政治献金这些东西又是要办的是哪一块？对，还剩下大概不到7个礼拜左右。OK， 那到底检方最后会拿出什么样一些菜？可是对国内来讲的话，尤其在立法院，你看到现在所有一些相关的一些纷扰，譬如说你不管从财化法以降，然后包括宪法诉讼法，所有这些。那翁小云委员提了相关的几个案子，包括像无死外条款啦，类似这些，我不知道，所以这个对你们会不会造成困扰？我觉得当然有一些这个你说不清楚的时候，就很容易被抹黑嘛。就像之前的这个党总预算这件事情那民进党确实在中南部就一直说，哇，明年没有社会福利了，明年没有什么，可事实上根本不是这个样子嘛，所以在这个阶段，其实我常常我个人如果我的风格我会提比较多民生相关的这个法案，对，或者是你要提，你就要说得清楚，而不要去提比较意识形态或冲撞性的法案。但是财化法这件事情其实真的该修。我以一个地方的民意代表来说那包括我觉得俊炫委员以后可能也是台南市长他也一定希望有更多的自主财源那之前有一个闹出首都3%的事，我要郑重澄清，那不是台北市提出的，台北市也不需要这个所谓的首都3%。台北市也不需要这个所谓的首都3%，它只需要说，因为我们现在税源上缴假设100块，台北市上缴大概50块左右，45块，可是我们分回大概只有15块，加上其他的补助款台北市在6都里面是第4名，是第4名，高雄是第1名
所以这个财划法确实每一年都让各县市政府像是乞丐一样跑去跟中央给我钱，这是不对的啊。所以我从10年前就一直我在台北市政府的时候就一直游说台北市的立委，这次台北市也要把它正式列为提案的建议。就是营业税可不可以回归为地方税？要不然县市首长拼经济都在拼假的，都在演戏啦。哦，谁是招商王？所有的营业税、营所税，通通归中央管。你真的很气哦。对，所以大家在那边拼招商都是骗人的啊，因为我们拼的招商里面，除了就业机会以外，全部都是税收，我们都没得收啊，对不对？可是你要让各县市政府学习长大。让他懂得去拼经济、拼观光、招商，你要给他诱因嘛，那就是营业税嘛。好，这个很重要，是因为我们的财划法是因为以前的威权中央集权，对，要所以集权现在呢，地方政府没有任何财源，就一直搞土地，对，所以就变成在炒房地产，这是不对的。地方政府只有炒土地，对。可是这里面居然我分2个部分，一个是跟意识形态比较有关系的，就是说像那时候要修，譬如说本来要修50块条款，可是因为连联署的人都不够嘛。那这几件事，我也听到你讲说，翁小玲，您的个人认为翁小玲是国民党要毁灭国民党不可多得的人才。我怎么讲？像舰长有一个前舰长，他去参加珠海的那个展览，他说人家的军力多强盛，然后他甚或讲到哽咽，这些是比较偏意识形态，你会怎么看？另外一部分就是刚才所谓特别提到财划法这一块，怎么看？对啊，所谓说如果是他的话，他就会多提民生法。照理讲，立法院在这个时机应该是要如此嘛。那通常对于意识形态的都是尽量避免嘛。我也不知道翁小玲委员为什么对这个这么有兴趣，而且他是要把它除罪化。而且你说你对于就共产党的什么国旗国歌，他那个只是礼貌性的关注，是这样吗？不是你立委认为是不是这样，而是一般国民是不是这么认为？也不是大家就可以随便给你戴个红帽子，而是当我们看到这尤其是国家的军人高阶军官做出这样的一个动作，对台湾安全威胁最大的就是中共嘛。他那些飞机大炮也有可能就就是打我们的。然后你在那边给他比战说这个很强，你这个不是违背社会上的大多数的认知吗？那过去的法案是禁止的，那你现在要帮他解除。你帮他除罪，那你说一般民众会怎么想？那个账当然就算在你国民党的头上嘛。那因为这个有漏洞了，因为像这次这个舰长，因为他好像不是将官呐，对，他少校啊，所以这个马上也有立委也要修啊，就是说你如果做出这种敌我不分呐，这种行为的话，除了将官以外你只要领有终身俸的，政府都应该来制裁你了。这个在更早期呢，我看早被国民党拖去枪毙了，对不对？那回归到民生法案就是这个财划法不是不能修，财划法说要因为他20几年没修了。那上一次想要修的是谁？都是在马政府时代。那2次啦，这个财划法都没有办法出没有办法在财政委员会来正式审查，也就是说，当时的执政的马英九政府都赶快紧急踩刹车。最大的原因都在于你讲到钱，那怎么分配啊？都会有杂音啊。那同时地方县市长都是国民党比较多嘛，那大概的天温嘛。好，那如果你要修可以，那至少要让大家都有机会表达，各县市的需求都可以提出来，让大家来看一看嘛。所以我当时反对就是说，你陈玉珍召委不可以在财政委员会，你当时是大家协商好了，你让各县市的代表都来开会，来了100多个来自20几个县市的代表，结果你没有让任何人发言，你3分钟就把这个案子要送出委员会，你这不是开玩笑吗？你讲真笑你这个诈欺团但是要修没有关系，至少你要让大家把意见都讲出来。请问一下，现在出了委员会，那接下来呢？现在在冷冻期吗？没有，大家都要协商啊。就是说你这样的一个立法过程，那绝对会引起很大的一个争议嘛。就好像我也举一个马祖啊，马祖13000个人，台北市可能随便一个里长里面就超过13000个人。马祖本来是6亿，变成61亿，
10倍嘞，你告诉我为什么它变10倍，对不对？那是你乘以10嘞。那基隆也是嘞，基隆是本来30亿，现在变220亿。所以谢国良市长你要发GoGo的绝对没问题啊。你要送的话，送 Tesla 都没问题。那你这个数字怎么来的？至少要有一定的计算吧。OK， 对，这些就是过程的讨论。在未来来讲的话，财划法跟全国你我大概都会有关系。那未来到底会是怎么样？那大家会盯着看，包括朝野之间在未来这个财划法到底会怎么样？可是清华，有人更关心一件事情：川普上来以后，对全球的贸易会有什么样的大影响？影响非常的大哦。那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大概这几天在传的消息都是川普的这个新内阁成员是哪些人？那新内阁成员其实全世界现在盯着看的都是跟关税有关的啦。因为坦白说，他军事上的布局、国防上的布局呢，会在意的应该是中国跟俄罗斯会特别在意啦，或者乌克兰会特别在意。但是多数的国家最在意的是川普的新的贸易的大臣到底是谁啦。那所以大家会提到谁？会提到之前呢，这个就是上一个川普时代的贸易代表就是莱希泽。这个赖海泽，那莱特海泽呢？他其实这两天传出来消息是讲说，川普认为给他当贸易代表还不够，因为他在上次打关税战的时候，凭良心说，2018年川普打的关税战确实是把全球的经济结构里面做了一个很大的改变。所以当时2018，如果各位有印象的话，包括像广达这些很多大厂，他回来加码在台湾的投资，都是从2018开始。那当时呢，这个赖海泽他其实帮川普跟中国打的贸易战，一开始的起手式就是对中国的这个商品呢，先跟你课10%的关税，但是是500亿美元左右的商品。那因为这个中国跟美国之间的贸易呢，大概有5000亿美元的这个出口量。后来呢，又把这个量从500亿美元的商品增加到2000亿美元的商品，然后把关税再从10%拉高到25%。然后中国也同样对美国的产品呢，寄出相对拉高的关税。但是你会发现啊，这个美国卖到中国的东西跟中国卖到美国来讲，确实就是中国卖到美国比较多啊，所以中国真的影响比较大。所以大家在看说是这个莱特海泽到底在这一次川普的这个新的内阁里面扮演什么角色？结果最新的消息说，这个川普觉得说他只有当贸易代表太可惜了，所以决定给他一个职务叫做贸易沙皇啦。那贸易沙皇会用什么样的角度给他这个职务还不知道，因为这几天的这个川普的内阁有很多有趣的变化，包括连马斯克都要进入川普的小内阁，然后担任的职务呢，这个政府效率委员会，坦白说这个也不是美国政府的这个常务的编制，它其实看起来比较像是顾问的编制，可是呢这个赖海泽他会担任什么角色不知道，但是川普要让他管理的是同时管理商务部跟贸易代表署，也就是2个单位哦。因为商务部所做出来的规范是规范，比如说跟技术哪些管制可以出口跟不可以出口有关系的。那贸易代表署呢，管的是说我们之间的贸易往来进出口关税课多少，所以等于川普呢一次要让赖海泽关税也给他管，技术管制也给他管，通通让他去做管理。所以等于赖海泽的权力跟上次比起来，假设这是真的的话，会比上次来得更大。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就大家会看那个赖海泽的角色。那这2天又传出来说，他已经在写一些备忘录，写下来之后跟共和党的一些议员开始在做沟通。意思就是什么呢？关税战预备中啦，所以这2天传出来就是这个对中国课的关税，我们刚刚有提到，上次打到25%，中国已经受不了了，这次讲到要60%，然后电动车的部分喊到要100%、200%的关税，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这个对于中国来讲呢，这2天所寄出来的这个加发货币的这个规模看起来要救这个市场，可能难度是很高，对，还不够，所以他们现在做的比较保守，先看他会出招出多凶，再决定要怎么跟他谈。可是这个赖海泽的影响的波动应该也不是只有对中国啦，他也讲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还要再看你在墨西哥这个地方有没有透过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进来的，但你其实是中国的厂商，这个东西要溯源去查，然后对越南也是一样，所以现在是等于连东南亚的国家跟墨西哥也都要跳脚。这2天是连墨西哥反弹也很大哦，因为他们说针对墨西哥也要提高关税哦，墨西哥会觉得说我跟你之间这个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签那么久了，然后你川普上一任，因为川普第1任的时候，其实就搞过一次墨西哥啦。他们那时候用一个新的贸易协定来取代原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区啦，所以当时墨西哥其实已经不太高兴了。但是这一次再出来的话呢，这件事情看起来对墨西哥来讲也是会有冲击，所以等于说连我们台湾这边呢，也很多厂商在等着看，因为当时我们确实有很多人分散这个产能是分散到墨西哥去的。可是有件事要说明清楚啊，这个有人在说这个对台积电会不会有影响？
可是有件事要说明清楚啊，这个有人在说这个对台积电会不会有影响？对台积电当然不会有影响，因为台积电的厂本来在亚利桑那州，有一个影响啦。这个台积电在亚利桑那第一座厂的启用动土仪式传出要延后，而且是真的要延后，他通知宾客，本来照理说应该在11、12月要启用的，要动土的，结果他通知宾客要往后延。那往后延的意思其实很有趣啊，往后延为什么要往后延？川普什么时候上任？明年1月的时候上任，所以往后延的意思，大家解读。这个台积电把亚利桑那州的第一座厂这个动土时间往后延的原因，是因为川普上任以后，我的以后未来在亚利桑那，因为台积电要盖3座厂，预计要请6000个员工，所以等于未来这3座厂6000个员工都是在你川普时代动土跟聘用进来的，所以川普要去讲说让美国再次伟大，我台积电完全符合这个标准，动土都在你那个川普任内，然后聘请员工也都在你川普任内，所以亚利桑那这个地方呢，全部都做给川普面子，所以对台积电来讲呢，有没有影响？这个对实际的影响没那么大，但是看起来对川普的面子来讲影响很大。可是川普这件事情呢，在美国呢也酿成了一些事故的产生。那这2天爆发出来事故呢，跟之前那个亚马逊的这个 CEO 贝佐斯有关。那他旗下跟马斯克一样，他对火箭也有兴趣，所以他旗下有一家公司是那个做火箭的公司。就这做火箭的公司有一个员工他名字这个中文翻译叫贝克。那这个贝克呢，竟然拿这个兵斧砍死自己的父亲。那你想说这是发生什么事情？跟川普什么关系呢？结果是因为这个贝克他们是支持这个贺锦丽的。那所以在开票的时候，那天其实看开票的时候，看川普跟贺锦丽开票的时候，已经看得很委送，心情很不好了。就是看到，因为他是支持贺锦丽的，觉得川普这样上去呢，这个让自己觉得心情很阿杂。结果没想到他跟他的父亲之间呢，竟然为了要关灯不关灯这种小事发生冲突。他认为那个客厅的灯要关起来的，然后他爸爸认为不要关，然后就为了这件事情两边吵架起口角，然后结果呢火上加火的情况之下，他去拿那个兵斧这个兵斧其实我们台湾是不太会用啦，因为它是这个等于在登山跟攀冰的时候使用的工具。他就拿那个兵斧呢，在跟爸爸起冲突之下，一怒之下就用这个东西呢杀死了自己的父亲。所以呢，这是一个在美国因为选举雪上加霜所产生的家庭悲剧。奉劝各位这种事情这个千万政治的东西只是一时的，好不好？家人是永远的，好，不要做这种事情可是你也可以发现一件事就是川普上任的这个起手式，现在全世界几乎都紧盯着看。那未来对台湾会影响到什么程度我觉得在国内这边呢，我们很多厂商其实也是睁大眼睛在看，因为据说对台湾的厂商有要课10%左右的关税，我们的关税可能也会有影响到，会课10%。那这10%会课哪些商品？至少在 ITA 协定里面的，我觉得它不会动了。OK， 可是 ITA 协定之外的商品会不会动，这个就很难说了。OK， 不过现在看起来的话，创家大家会关心的包括其实当然军事方面一定会关心。那我就讲乌克兰一定比我们。因为他现在那个战争，你告诉我他怎么打？那小川普都已经讲了，你的今天还剩下30几天，对，那你刚刚怎么办？他们就直接讲，没关系，你如果真的要这样的话，他跟北韩是不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学北韩的，我也发展核子嘛，没关系，我也弄那个迷你胖子，大家来这样搞，那对川普来讲到底该怎么办？基本上，首先我先补一件事情，在美国21世纪之后，当一个官位职位虽然只是那个职位，叫做沙皇的时候。那个意义是代表着我授权给你，因为总统是最高行政者，我授权给你是可以统筹所有相关部门。所以反恐时代，现在国土安全部长没那么大，反恐时代叫做反恐沙皇，国土安全部长特别大。然后现在呢，重返印太的时候，所以以前亚太驻军没人 care， 坎佩尔为什么叫印太沙皇？所以整个将来莱特希泽呢，那个沙皇。那意思就是以后商务部要听他的，以后财政部要听他的，那个是给他了。他那时候还有一个叫边境沙皇，对，就是反正他只要是管所有那些，就像你讲，非法移民遣返，对，全你全权就对了，因为他的权力会大到这种程度，他每一个人都有一把尚方宝剑就对了，对，所以他是等于是钦差大臣。对，然后另外一个呢，现在回来了，那川普现在呢很安静嘛，没有到处讲话了，对不对？可是呢，他每天在发布人事令。然后这个人事令呢叫做7杀令，就是杀，一直杀就是杀中国，杀到中国都已经不忍了。因为中国原来就问到他的每次人事出来的时候说，这是美国内部事务，我们不评论。对。但是卢比欧一出来之后，他们就讲说，这个就是你看用的都是逢中必反的人，其实不是逢中必反啦。川普用这群人都是逢中必杀，所以这个杀会杀中国杀得很紧。那杀得很紧之后，因为他们这些人的概念里面呢，其实有几个东西很重要。
因为他们这些人，你看川普呢几个布局是第一件事情，他用的都是小他一个时代，因为他自己不能连任，所以呢，可是现在都把这些反建制的，通通小他30岁的，在最重要的位置，他们有活力，他们年轻，历练4年之后，共和党以后还是他们主导，然后呢，民主党现在都7老8十，所以其实未来的川普就算卸任了，川普军神与美国同在这样的一件事情，他已经在布局了。第二个，他用这群人，其实他们都是雷根时代出生和长大的。那对他们来讲的话，他们很在乎一件事情。雷根的时候是他们整个共和党认为最伟大的总统，而这最伟大的总统做了一件什么事情？没有双强，只有独强。雷根时代，美国是全世界唯一独强。雷根动了那很多方法，把苏联帝国给你崩解了。所以对他们来讲，苏联已经崩解了。如果我这时候还承认苏联是个一等国家，跟我们美国平起平坐，对不起雷根。所以他们其实心目中你就看到每一个人的发言，他们现在不认为俄罗斯，因为俄罗斯解体之后，人口也少掉了1/3，然后国土的面积那个15个少更多了，所以他们认为俄罗斯不是苏联。那现在对美国最大威胁，你看每个人讲的都是中国，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有人就说叫做力反尼克森，其实不是这样子，而是尼克森建构了一个概念，基辛格建构了一个，那是美国60年来半世纪称霸最重要的事情——战略三角关系。战略三角关系，我就要找，或者是毛泽东讲的联合次要敌人打击主要敌人，就是那个概念。所以他们现在认为主要敌人是谁？就是中国。那当初是联中制俄，现在反过来联俄制中。那联俄制中之后呢？所以川普呢在就任前，其实那时候他大概心里都有数，各种之后都知道会狂赢了，立法行政连司法都全部掌握。他在前3天的时候特别讲了一段话，要让中俄拆散。他的目的，我上任第1天就要让中俄拆散，所以他要拆散中俄。那拆散中俄是怎么办？乌克兰战争我要立刻解决，他要准备。所以你要到他在海湖庄园的时候，他7号那一天就打电话给泽伦斯基，然后打完之后才打给普丁，然后就警告普丁说不要给战争升级。那当泽伦斯基呢就知道说川普一定会动作，他不只是现在对你表现。那所以泽伦斯基他们就故意留出一个。这个是说啊，我们呢，因为以前的乌克兰在前苏联时代是军工重镇，连司法都全部掌握。他在前3天的时候特别讲了一段话，要让中俄拆散。他的目的，我上任第1天就要让中俄拆散。所以他要拆散中俄，那拆散中俄是怎么办？乌克兰战争我要立刻解决，他要准备。所以你要到他在海湖庄园的时候，他7号那一天就打电话给泽伦斯基，然后打完之后才打给普丁，然后就警告普丁说不要给战争升级。那当泽伦斯基呢就知道说川普一定会动作，他不只是现在对你表现。那所以泽伦斯基他们就故意留出一个，这个是说啊，我们呢，因为以前的乌克兰在前苏联时代是军工重镇，所以他说我们还有一些以前的核子是都在乌克兰那里了，对，不是全部啦，他绝对占最多的，大部分都在乌克兰，是他自己没有办法，因为太花钱，所以他宁可给了俄罗斯。没有，他们是拆掉的核弹头之后，美国的很多核能电厂是乌克兰的核弹头的原料，他就说我们还有，我们就可以做一个比那个当时炸在长崎广岛那个小胖子小1/10小当量的，那就叫做战术核武，我们是做得出来的，然后在几个月内。他其实这个东西，这够威胁性吗？我听说这样讲，川普以这种狂人的个性，川普会理这个吗？川普就会告诉跟当时跟金小胖讲的一样，我的按钮比你大。但是你看，马上流出这个消息，是代表着我就要跟那个普丁一样，常常要核勒索一下。但是就你如果再打，我就用战术，真的把我完全消耗、完全放弃。我可能就要走向铤而走险。泽伦斯基有放牛肉出来了，大家看到牛肉就是这个以后乌克兰的重建呢，这个会排除中国企业对，但是他没有讲排除俄罗斯企业他没有讲排除俄罗斯，排除中国，排除中国企业，这是向美方示好，对，就我不会让中国来分这个大饼。那你看乌克兰重建商机有多大？但是泽伦斯基有要讲出一个胜利方案，我通通要拿回来。但是美国有新的那个不知道是国安顾问还是什么，就讲说克里米亚不要讨论。对，所以其实他们现在正在折冲，在喊话，
所以在这种喊话里面，所以你知道这个川普现在其实你要回到那个整个他这个杀的那个里面的核心概念是什么？他们没有什么那柏林围墙倒了以后，世界是一超多强的一个局面。他们的概念不是这个，只有一个强，其他都是小弟。那所以我们现在呢也是一样的，《金融时报》那个消息就很有趣。其实那是我们上道 ，OK， 大哥，我已经准备好了。但是你说真的会不会卖这个呢？不一定。可是这个其实那个东西，其实我们4月的时候，有讲过神盾舰，我们6月的时候，或好几年前就讲过 F-35，OK， 现在讲出来这部分也只是表现出一个姿态，大哥小弟很上炮。不过现在看起来的话，一夫可不可以简单告诉我，当 F-35进驻南韩，它象征的意义是？F-35进驻南韩，它到乌山，美国的在南韩的乌山空军基地，它是要替换了 A10的雷霆那个打击机嘛，哈。那当然你说 F-35进驻日本的时候，它也是今年进驻日本加索纳那个空军基地。其实 F-35一进驻，大家比较重视的是，因为它是隐形战机，然后它是最新型的战机，所以当它过去的时候，它的威胁性相对于北韩啊或者是中国，它的威胁性相对于大。当然，这一次在南韩，它进去的就是整个机队跟机型全部都换哦，因为你开A10轰炸在那个打击机的机队。跟你开 F-35的机队是不一样的啊，而且他要取代他的24架，但是他派过去的准备要进驻南韩，并不只有 F-35，他还有 F-16，还有类隐形战机的 F-15EX。那现在他们美国空军都在采购的飞机啊，它4代，但是它是类隐形战机，它是可以干扰，它有强大的雷达干扰器。所以它可以干扰敌方的干扰器，避免追踪它，所以会称它说是一种类隐形战机嘛。所以你看得出来，就是说，从今年4、5月的日本F-35、F-16新型战机进驻，到韩国F-35、F-16跟 F-15EX 进驻，那相对它只是告诉你一件事，对于北韩，对于亚太地区的稳定性跟北韩跟日本的安全性，它全部要让最新型美国现役最新型的战机进驻，告诉你我们的军力最新型的军力部署就在你旁边。那当然很简单，就是为了北韩跟中国嘛。OK， 这只是在告诉你说，对他很在乎的这一块。那这一块当然相对来讲的话，就是好，你说台湾有事，日本有事，所有的是不是都能够连在这一起？川普上任到明年1月左右上任以后，全球不管是在经济、贸易、军事各方面，会不会真的再来一次大地震？如果从当初他第一次上任到现在，大概那个地震是跑不掉，只是震度有多少而已。OK， 那未来会怎么样？而整个柯文哲主席的所有这些案子，未来有什么发展？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您的收看，希望明天我们下周见，拜拜。